这个年龄的艺术家一般都喜欢卡通主义和浮华主义，宋一格却选择立于流行之外，忠于自我的情感。他的画里很少有人，即便是有人的加入，他也总是喜欢表现得很抽象，就像是有意加入进去的附属品。这就是对画面的控制。薇姐，哎，宋老师，魏总，怎么今天魏太还是没有来啊？这自从上次魏太在斯诺克场上一鸣惊人以后，可就再也没露过面了。是不是魏太太过优秀，魏总舍不得让人抛头露面啊？哎呀，魏总管得太紧了。周末嘛，我太太要带着孩子去培训班。Joyce， 薇姐，怎么会才来？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肖总，魏总，宋老师你好，我总是听我爸爸提起您。她是黄董的女儿。哎，宋老师，我们到这边。Joyce， 珊姐，你这最近气色不太好呀？是不是在魏总手底下工作太累了？有吗？啊，大家都一样，没什么累不累的。我听说你还单着呢，正好我有个朋友他也单着，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啊，浩，哎，王浩也是美国回来的，UCLA 的高材生，你们肯定有共同话题的。魏总，怎么了？啊，想让你给佳怡放个假，让他们年轻的人多交流交流。这种小事还要请示我？我们公司一向尊重员工自己的意愿，是不是，佳怡？那这不就妥了吗？今天最重要的时刻快到了啊！来，大家移步到这儿来。请。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主角就是宋一格老师。宋老师要不要跟大家说两句话？谢谢各位的到来。就这样。哦。哎，你看，这6个人啊，有男有女，手挽着手，而且还穿着非常华丽的睡衣。而且你看啊，他们人手一只气球，似乎是不想让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。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衣着都特别的光鲜和体面，特别是这种手拿气球遮面的行为，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心照不宣的游戏。我看不一定吧。画作上的人有着心照不宣的亲密，也有着不约而同的疏离。他们乔装打扮之后，坦然相见，就像在座的某些人一样。魏太，魏总还讲你带孩子去培训班了呢。Joyce， 你往旁边坐坐，这个位置还是留给魏太。Joyce， 没关系，这个位子本来也不舒服，他喜欢就让他坐吧。老婆，你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。你来也没提前告诉我呀。宋老师，这位是我太太林双，她对艺术品的欣赏不是很了解，说出的话不太合适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没关系，他说的挺好的。不过我有一点倒是很好奇呀，那些手拿气球的人，他在气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嘴脸？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啊？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待在一起，包括果果的抚养权，你想都别想。我们离婚吧，老婆。今天在座的，这都是头面人物啊。我们说话得注意分寸，我们的行为得体面一点。
头面人物，下作起来可不体面。我凭什么体面？画家是用艺术讽刺现实，但我不想这么拐弯抹角的，我就是想把这种丑陋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老婆，果果要上培训班了。宋老师、薇姐，在座各位，我们先走了啊，不好意思。谁？果果要上学嘛？我。要不？魏明，他根本就不让我见孩子，还逼我签什么离婚协议书，他早就出轨了。你冷静一点啊！他出轨的对象就是黄佳怡。说什么呢？我跟佳怡我们上下级关系，这在座各位都知道啊！你不要在这编故事撒谎了，走回吧！我撒不撒谎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最近一直在一起，你还逼着我离婚，让孩子还我，让孩子还对吧？疯了！你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魏明，你别太过分了啊！什么情况？哎，没事了。好，谢谢。行，不好意思，薇姐。不贴了啊。其实今天去画展之前啊，我给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结果今天一到现场，我抨击他的话想都不用想，全都冒出来了。我现在算是理解那些当街手撕渣男小三儿的人了，虽然说不文雅吧，但是太解气了，那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全都出来了，太爽了。你呀，这终极一战的气势是足足的，但是你这技巧还得再练练啊！不是说好了吗？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还把自己伤成这样。哎，怎么大门没关呀？我就知道你们俩还没吃东西呢，所以特意给你们打包了好吃的。手怎么了？魏明干的。还能是谁呀？哎，顾许，你干嘛去？揍他。哎，不用你去伸张正义了。林双一战成名，把自己打成了网红。手撕魏明和黄佳怡的事情，现在已经上了热搜。现在魏明已经当场社死现场了。他现在待在外面比在派出所煎熬。哎，姐，你听说了吗？魏总酒会那天带别人去的。我听说了，那你小点声行吗？这么多人呢，你这是前台，全听你在这叭叭了。果不其然吧，你让人拍了吧？啊，对，那天酒会，Joss也去了啊，我知道。我记得魏总老婆也去了，这不闹开了吗？天，上面跟人在一起了，快看这边，魏翔老板真的很像我讲吗？他就在那里头。现在舆论都怎么说啊？我不会做任何回复的。别人怎么说，我无所谓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网上全是骂我的帖子，我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。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有我在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通通的处理好。
网民们就是3分钟热度，等有了新的热点，你想想，我们的事情谁还会记得？时间会抹掉一切的，其实我跟林双已经分居很久了，我们就是因为有一些离婚协议上的条件没有达成一致，所以一直没有签署正式的离婚协议。本来嘛，都是家务事，我没想到林双会采取这样过激的举动。他发起疯来简直不可理喻。为了多争取一点东西，他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。人嘛，总是贪的，有的人贪钱，有的人见色忘义。哦，不过昨天还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啊。梅姐说的没错，按理说公司不应该去干涉员工的私人事务，但这次化诊的风波确实给公司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。我明白，我愿意接受公司的一切处罚决定。好，魏明，希望你引以为戒，公司将对你做出降薪处理，稍后人事通知你啊。你做好心理准备。林总，我们 PR 这边呢，也会尽快出一系列的新闻稿，表明公司立场，安抚公众情绪。密切关注舆情，为了减少对公司名誉的伤害，魏总，你还是尽快处理一下你自己的个人问题吧。有个小建议啊，孩子的抚养权是不是可以归他妈妈？毕竟你这边还没有离婚，但是已经有新的家庭了，以后孩子肯定不成问题的啊。林总，你怎么看？啊。请借到江喜生活费133700元，1年领5个月房租45000元，租房网赔偿金40万整，共计578700元。另外，江喜替江海洗衣服做饭，江喜牺牲学习时间接送江海上学、放学，江喜捡江海用剩下的书包、笔袋。不想吃的零食，共计23年，江海欠江喜的是难以计算的无价。姐，过去的23年，我的人生是从你这偷来的，以后我会努力把偷走的人生统统还给你。不管你是否再信任我，以后我想成为为你遮风挡雨的人。哎，你别动手，你手还没有好利落呢。没关系，体外伤也差不多了。我就是知道你的手不能沾水，所以才替你点了餐。如果是点外卖，我自己也是可以的。我这是普通的外卖吗？你看看哪个 APP 能够点到米其林2星的外卖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那么兴师动众的劳烦你了。让你给我当外卖小哥，我心里怪过意不去的。林双同学，你是独立女性，可不是独身女性，请不要拒绝善意的帮助。好。
那行，那顾许同学，你没什么事儿，那你都坐下了，就一起吃吧。反正你点的也都是2份儿。我都当了半天外卖小哥了，还不能蹭顿饭啊？可以。谢谢。我能看看吗？本来就是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情，现在弄得人人都知道。你们不要做人，我和你爸爸还要做人呢。我知道，我现在不管怎么道歉，你2位都不会原谅我。那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善后。我已经找到专业的 PR， 公司的声明和个人的声明我都已经拟好了，相信发布之后会平息一部分舆论。另外，我马上离婚，我和佳怡会尽快结婚，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她。爸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你给我听着，日后你敢对佳怡有半点不好，我绝不会饶了你。P3算法，这个算法执行率确实挺高的，而且也能够最大程度上节省资源。但是，你不会想要一个人单枪匹马就给他做了吧？一个人肯定是不行，但是目前没什么长远的规划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走一步算一步，这可真不是你的风格。我是什么风格？想好了方向，就全力以赴直奔目标，规划性和信念感都极强。作为支持，我可以给你的 P3投点钱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这个草稿纸你就投资？你是什么霸道总裁上身了，还是钱多的没地方花？我是对你的人品和能力有了充分的了解，并且有了足够的信心的前提条件下做出的判断。而且作为投资人，我是要讲究回报的，又不是做慈善事业。那你既然了解我，我也想让你给我一点空间。说实话，这些年的生活，把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磨得七七八八了。磐石跟 OP1多多少少都有你的友情援助。当然了，我特别感激你。不过现在，我需要一个机会，可以证明我自己。如果你作为我的土豪朋友，只是盲目的砸钱支持的话，那我对自己的能力肯定也会抱有怀疑。你要是真想支持的话，就多来点这种土豪外卖吧。那我就先从投喂你开始吧。林女士，你们夫妻之间的共同财产是300万，魏先生愿意支付150万，但会以分期支付的方式兑现。林女士对孩子抚养权的问题非常坚持。另外，夫妻共同财产并没有将海外资产计算在内。对于海外部分的执行和确认是非常困难的。根据我国相关法律，林女士有权委托当地律师事务所介入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不排除在海外直接对你提起诉讼。
4条里面的第1款、第2款和第4款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小苹果的抚养权。财产方面，我同意你的要求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咱们就上法庭，我奉陪到底。行，就按照你说的办。今天就提交材料，1个月的离婚冷静期之后，咱们民政局见。请稍等一下，给我拿一下。150万，你太便宜他了。他的这些灰色收入不要也罢，他的未来会有无数个机关算尽的反噬，但我的未来还得步履轻盈地向前走。果果，果果，还想你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？是不是不要我了？那你去哪里了？为什么要离开我？妈妈不离开你了。妈妈，以后我们2个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今天是妈妈的新生日啊！新生日比生日还要重要吗？生日呢，是妈妈来到那世界的那一天，那是外婆替妈妈选的。但是今天是妈妈自己选的，是我认清自己、认清世界的那一天。快上学，上学要迟到了。好，我要上学校，天天不迟到。没想到啊，这次还是迟到了。不管迟到早到，今天都是最后一次了，走吧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办理什么业务？我办理离婚。你那边可以取票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也是在那边办。是的。谢谢。坐吧，还得等一会儿呢。来，吃糖，沾沾喜气，沾沾喜气啊！沾沾喜气，沾沾喜气。先生，吃糖，都是大喜日子，沾沾喜气。不好意思，你搞错了。我们是来离婚的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。哎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个吧。这结婚呢，
是找到可以共度一辈子的人，当然值得高兴。离婚呢，是要离开不舒服的婚姻状态，同样也是好事一桩。谢谢你们啊！那先生，您也拿一个。顾总，新婚快乐！谢谢。食堂，沾沾喜气，沾沾喜气。4005号3号柜台办理。2位办好了。云双，从相识到我们结婚，再到现在离婚，你后悔过吗？不后悔。人生嘛，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风顺水呢？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。如果没有这10几年的洗礼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我。连自己来离婚的礼貌都没有吗？正好去买东西，顺路。魏敏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俩就是陌路人了。那些恶毒的话，在离婚消耗战中都已经说完了。从今往后，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，咱们就一别两宽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迟到，领证你迟到。我刚才出门了，领导把我临时叫住聊2句，再加上过来路上比较堵。老婆，我向你保证。什么？老婆？老婆。抱歉，我还不是呢，我走了。我要先说反悔就反悔。后悔今天这日子就没了，不行了，不了。哎呀，走了。别闹。除去一滩狗血，满地鸡毛。对于婚姻，其实有件事情我一直都弄错了。婚姻不是雪中送炭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人生的全部砝码压在另一个人身上。没有人可以永远把婚姻当成避风港。如果你没法独立，就应当先学会独立；如果你没有安全感，就应当学会自己给自己安全感。婚姻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问题。婚姻应当是锦上添花，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，从来就只有我们自己。
妈妈，以后我们两个再也不分开了，好吗？永远不分开。果果啊，可是爸爸和妈妈分开了。我知道的。爸爸跟妈妈分开呢，是我们俩自己的原因，跟果果没有任何关系。以后爸爸只是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，但是爸爸依然是果果的爸爸。以后有爸爸自己的家，果果和妈妈也有自己的家。果果啊，你会难过吗？以后家里没有爸爸了，现在不是原来的家。不过妈妈说过的，不能委屈自己去取悦别人。对不起啊，果。那妈妈离开爸爸之后，会开心吗？以后啊，妈妈会做回妈妈自己，然后去寻找真正的幸福。喏，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故事里的完美橡皮擦。之前做错的事，用这块橡皮擦一擦，就通通消失了。只要盯准对了，就会幸福开心的。我会替妈妈开心，治愈我的不开心。我妈妈瞎画瞎画，擦擦擦擦，通通擦完。来，你往这儿走。啊。哎，首先台阶啊。按照您的要求啊，我觉得这间非常合适。这里之前是个酒吧，改造一下的话，可能要费点小功夫。您看这儿，咱们做一会议室，这光线多好啊！这儿还有一个小院儿哈。对啊，来，您再朝这边看啊。您看这儿，这大大方方的，咱们做一办公区。这关键的好处啊，就在于价格便宜，非常适合呀您这种创业开公司的。还挺好的。哎，那您那公司常驻员工大概有多少？需要多少工位呢？现阶段的话，大概3、4个工位就够了。3、4个工位怎么够啊？李双姐 ，Hello， 李双姐，李双姐，你们姐，你走了之后我就离职了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个机会？我一定不会再犯错了。对，我们都从磐石离职了，现在处于失业中，不知道你的新公司愿不愿意收留我们？那当然愿意了，不过你看我这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我启动资金一共也就50万。新公司有你就够了呀。对呀。看中的是林双姐你这个人。自从上一次你帮爱情顶锅之后，我们就一致认为你一定会是一个好老板。对，再说也不至于收留那么惨吧，毕竟我们的业务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关于薪资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想作为新公司的主创团队来支持你。对。我看保险期间至少还得再加4、5个工位。哎，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？按他说的办吧。好嘞。真的。书放在那个书架上。爱情，顾总，
咖啡给大家分分。谢谢顾总，那个林霜在里面呢。好，去看看。好。林毅，出来喝咖啡啦！来了。哎，顾总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当上霸道总裁的感觉如何？就别笑话我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路过，还是上我这体验生活了？来，体验体验。什么叫路过？我是专门来关怀一下前同事们的。哎呀，走。我还想问问你呢，外面这些人，都是你弄来的？啊，其实我就是跟他们说了一下你正在做的事情，但决定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。谢谢啊。其实吧，我本来想一个人先把公司做起来，这成了呢，让你们都看看；只要不成吧，也不丢人。这一下，我压力还有点大。压力越大，动力越大嘛，对吧？这公司现在已经算是初具雏形了，那你业务上有什么想法吗？我想把 P3做出来，把方舟的单子再重新拿回来。其实你的团队已经基于方舟的产品做了大量的功课，而且理念在行业里也是比较先进的。即便谢谢，谢谢。即便方舟要求这么苛刻，但是你们的算法逻辑上也是最接近方舟的要求。方舟那边的消息，我帮你打探着。不过你那个公司注册上面，你还是最好注意一点，不要让魏明知道 P3是你开发的，不然他不会错过风暴丝绸的好机会。这个我想办法。哎，对了，新公司叫什么名字呀？我想叫它小莹。输赢的赢啊？苍蝇的蝇。蝇的意思呢，是吃很少，但是繁殖很快的虫子。每一只蝇啊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自建一个家族宇宙。100只雌蝇，它只需要10至12代的繁衍，它繁殖的总量就能超过2万亿只。所以，我想让我公司的迭代速度和量产能力也可以这样，可以像小蝇一样，实现快速裂变，拥有超强的适应力和旺盛的生命力。对，好。那既然你最近已经完成了2件人生大事，不如晚上我请客，请大家好好的喝一顿。干杯！冯源你好。哎，今天晚上的酒随便点啊，我们今天所有的酒都记在顾总账上。行啊，我这什么好酒都有啊，你们想喝什么啊？好，想喝什么点。这个用普世的眼光来看，离婚肯定是人生当中一大不幸。但是咱们回头想一想，能离开一个不适合的人，一段不适合的关系，其实是一件好事情。而且啊，做出离婚的决定比做出结婚的决定要难多了。从做决定到最后结束关系，这中间简直是一场身心俱疲的战争。所以啊，来，离婚快乐！离婚快你们俩究竟要喝到几点？就这个。你在给妈妈发微信吗？我问他怎么还不回来。现在才8点多，妈妈和江姐阿姨难得轻松一次，
不要总是骚扰他们。不是啊，你妈妈跟江喜阿姨答应跟我一起去喝酒庆祝的，现在变成了他们俩庆祝，我在家里边带你，这有点不太对啊。顾叔叔，难道你不喜欢和果果一起玩吗？没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等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正准备试试给人化妆啦。啊不，这个不行，别，